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现在是2024年10月17号的晚上的20点53分。我跟房天也是比较卷啊，晚上我们还在这里加班工作。对啊，大家好，我是房天，然后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我今天呢关注到2、3个消息，我觉得值得一提啊，我跟房天来简单聊一下好不好？可以啊。就今天早些时候有一个消息，这个数据显示说，特斯拉向多个地址转移共11500枚的 BTC 比特币，价值约7.69亿美元，然后是2022年首次以来的这个操作。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昨天其实就聊了，我们昨天就已经聊过了，对，但是我那个时候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说了一下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见解。同时我们那个时候也在 podcast 当中也说过，就是说我们会持续追踪这个事情。刚好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也有了新的进展。等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视频上可以看到，就是关于特斯拉，然后抛售就是转账了这1万多名比特币，大概价值7.65亿，就是65亿美元的，大概转到了7个新的钱包地址里面去。上面的话呢就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上面的话呢有详细的一个相关介绍，我呢就不给大家一一去解读这个事情了。那你是对这个事情有重新的见解吗？现在是维持上一期节目的一个看法。对，而且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太过于把它看得太重，这可能是一个大事，在整个数字货币里面，或者说在这个比特币圈里面是个大事。但是这个大事的话，我们也不能把它作为决定整个数字货币的一个核心价值在这里面的，知道吧？对。然后我今天还看到了一条比较，就是我觉得可以用来讨论的一个话题啊，比较有这一点的啊。就是说，据一个深潮的一个什么报道说，今天这个比特币鲸鱼交易活动和社交媒体讨论热度显著的上升，也就是说，现在比特币在整个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金融市场里面，其实也占比了一定的分量，对不对？对，因为现在这个社区比特币的讨论的话，这现在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热度就已经开始回升起来，有点感觉像牛市的感觉了。而且这个热度的话，它已经直接反映到这个价格上了。我记得我们当初在9月30号就是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才6万2嘛，就是差不多嘛。到现在已经涨到6万7，昨天直接触碰到了6万8了，对不对？就其实这个涨幅就是已经很恐怖了，对不对？然后的话，其实这也跟美国临近总统大选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11月份的话就美国总统大选了嘛。然后而且拜登就是川普他胜选的可能性也比较高，因为川普的话他是鼓励开放货币市场，就是支持货币市场作为就是货币支付的，所以这里面无形当中也带动了整个数字货币的一个活跃度吧，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数字货币的一个社交媒体关于数字货币的讨论的热度也在不断的提升的，就是这样的。对，所以从比特币你说的，就从9月底到现在的一个大幅上涨的这个行情来看，我觉得这个星期都有可能突破7万的这个一个7万美元的一个这个标准哈。我个人认为，这可个月吧，以期待。就这个月吧，其实突破7万的可能性非常高，知道吧？至少我认为可以达个70%吧，你不能说100%，就是说70%的概率很有可能会冲破7万。虽然说今天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行情，虽然今天小幅下调了大概1%，大概下跌了500美元，但其实这个下跌的幅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了。但是我们从周线图上来看，它整体还是维持一个就比较强劲的一个上涨行情。比如这一周的话，比如它已经上涨了6.82%了。其实上涨的幅度的话呢，就已经超过了4000美元，对不对？对，它这个基数还是比较快、比较高的这个基数的这个涨幅。对，因为我们要知道，现在整个比特币其实已经在高位震荡下行，大概已经走了有7个月的时间了。其实这个周期算是比较长了，因为2024年到现在才走了10个月，也就相当于说今年基本上整个数字货币市场都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冷淡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好不容易开始有一波回升，开始上涨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年底这段时间里面，特别是在总统大选左右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比特币它很有可能会迎来一波新的一个大的行情。那所以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啊。然后也有没有这个可能，也是因为现在因为已经进入了这个10月份嘛，不管你说的这个美国总统，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竞选啊，或者说我们其实很快，其实再过2个月就圣诞节了，都跟它这个现在的整个的市场有最大的关系。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包括现在美联储也在降息了。降息，其实它自己不断的在降息，最近的新闻。对，它现在也开始降息，无形当中也是为整个数字货币长期上涨提供了一个支撑，对不对？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不仅仅是数字货币涨了，像美股啊、黄金啊等等这些资产啊，其实都在不断的上涨。就所以我们认为，比特币只不过来讲，就是说比特币它的涨幅相对于其他的资产来讲，可能它的涨幅幅度会更大一点，知道吧？它对比这个国内的市场简直是一个反面教材。就是中国 A 股的话，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就大家暂时不要去碰的，因为它明显就是一个套，知道吧？然后今天可能出来一个刺激政策套一批，然后过段时间又会出来一个刺激政策再套一批，然后再出来一个刺激政策再套一批，然后3针强针剂打完之后，还是救不活这头牛的话，基本上的话，我们将会迎来将近超过5年以上的寒冬的。这个亲爱的粉丝宝宝们，我们可是冒着大风险在这里说实话。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未来的投资也好，为什么会专注在这个数字货币，而且我们也打算把这个播客，包括我们这个工作室的频道，对，把它想打造成一个华人社区的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 podcast， 一个播客电台，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这种平台。对，就其实来讲，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长期看好整个数字货币上涨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东西了，就如果川普上台的话，其实他没办法拯救美国经济的，甚至很有可能会给美国经济大崩盘提供一个基础条件。而且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也看到有很多，因为特别是在很多动乱的年份，特别是进入到9子离火运的，包括有很多就是民间的一些预言啊等等一些东西啊，可能看到了一些未来的一些经济情况。那我们了解到的话呢，就是在2025年，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就是股市可能会迎来一波大的崩盘，然后迎来一波大的崩盘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像股票啊、实体经济啊等等这些可能都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在研究发现的话呢，就是只有2个市场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一个的话呢就是数字货币市场，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黄金市场。但是黄金的话，我做黄金差不多做了10多年了，知道吧？那为什么说现在黄金市场做那么大，但是我们又并不打算去重新回到这么一个市场中去做这么一个播客内容呢？因为最主要的一个东西的话呢，就是我觉得黄金太 low 了，知道吧？它不具备创新的定义是吧？太传统了是吧？我们这个虽然我自己做黄金做了10多年，但是我自己认为的话，就是黄金这个品种，它就有点像是没落的贵族，知道吧？没落的贵族，如像英国黄氏棒。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2025年美国的经济可能会经历一个大萧条，其实也就是明年的事情啊。对，那这其实是川普决定不了的，其实不管是谁改变不了，不管是谁上台，其实都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对，就所以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在整个数字货币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个机会，包括未来比特币可能会涨到10万、20万，就是说甚至更高都是有可能的。就算比特币涨不到那么高，但是我们在整个非主流币、山寨货币里面，可能机会都会有很多，至少会要比在美股啊、港股、A 股或者其他的一些市场里面投资领域上会多一点。但是这个机会要多一点。但是如果它真的涨到10万美元的话，那它这个指数性也是很高啊。其实它真的也是一个暴利，翻倍的一个这个暴利。
但是我认为在整个比特币里面一切皆有可能的，而且现在价格的话呢，在6.7万，它只是相对过去来讲是比较高，但是我们把时间周期如果拉长一点，甚至再拉长一点的话，其实到10万，我认为不会花太长时间就会到的。那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比特币今天的一个行情，包括一些比特币现在的一些情况吧。对，其实我觉得今年比特币价格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跌，其实我反而认为可能会给我们进场提供一个机会，因为今天的话是星期几啊？今天是星期四，对不对？那我认为可能到今天甚至明天，这个比特币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调整，可能会给我们进入这个市场创造一个机会。就如果这个行情价格一直涨到6.8万、6万，直接涨到7万，那你想进，我估计你也会犹豫的，对不对？那如果说它有一个小幅的调整，反而会给我们创造一个买入这个市场创造一个机会。那么如果它调整的话，我们大概在什么价位买进去会比较合适一点？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在6.5万到6万之间，差不多就可以适合买进去了。但是它就是有很少的可能性，很少的概率会见到6万。你说6万之间的这个区间，因为昨天我说的是6.5万到6.6万。6.5万到6万，你刚才说的是那按现在价格大概也就是一天。对，那刚才考务说的是6万，考务是说的6.5万到6.6万，大家都理解一下，因为毕竟小白他以前对这个数字货币确实是小白啊。你说的是6万，我在纠正他，啊，我们回。然后那行，在男女之间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上，作为男生来讲是我的错是我口误了。对，然后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昨天我其实在临睡前24点前看了一下这个比特币的行情啊，昨天临睡前它是在6.7万，6.7万的这个区间就已经涨到6.7万以上了。然后你说的今天的有一个就是下跌的一个情况是快到6.8万了，然后又下跌到现在的6.7万点多，对吧？对，如果它能够下跌到6.5万或者6.6万，我觉得都可以分批买进去。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一次性就直接干进去了。你至少来讲的话，需要有一个抽插的过程嘛，对不对？比如说在6.6万到6.5万，你分批进嘛，对不对？那它如果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就是机会点吧，就是它如果是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可能不适合再往里掏了。就这2天。就如果你短炒的话，你就直接把它直接看到7万以上去。短炒看7万以上。对。如果长期的话，比如说要保有1年啊、2年的这种。就1年2年，你就不要去想了。我不认为你有勇气能够去拿到1年2年。那就半年时间。对。这第二个事情的话呢，就是现在进入到九子离火印，一切都很动荡的，就包括整个金融市场都会很动荡的。我跟你讲，你也没这个勇气去拿个1、2年，而且1、2年这个市场环境变化太快了，以至于的话呢。你的心脏承受能力肯定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所以你刚才说短炒可能就是几天、1个星期、1个月这样子的，然后长期炒的可能就几个月的，就算是长期炒了。对。那现在的话，如果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一个设定啊，就如果说这个现阶段就按照你刚才说的6.5万到6.6万的价位买进比特币的话，现在的资金分配管理还是在10%跟20%吗？其实我认为，如果你分批买的话，你就把仓位加重一点，加个30%到40%的仓位进去。当然，你具体是买现货还是买合约，那就看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决定的，对不对？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话，你在比特币上现在这个价位，你持仓个30%、40%，其实并不，我并不会觉得说会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资产。我觉得房天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现货和合约的一个这个区别。其实上次节目我们已经说过了呀。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其实因为我们每次其实现在经常也要更多的一个粉丝进来了啊，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这一个事情。就是现货的话呢，指的话呢就是100%的资金买进去，然后去拥有这一个比特币嘛。然后合约的话呢，它可能有点类似像期货的性质。那可能比如说我只要出个1%或者10%的一个资金，然后就拥有了大概1个比特币的一个价值。就虽然说你不是100%权限拥有它，但是来讲你只拥有了这么一个价值，就这么一个权益在这里。就类似于我们贷款
撬动杆杠来逃入这个比特币的市场，就像你去买房子一样，你先付个首付嘛。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它很好。你是全款买房还是首付买房？对，其实房天说的非常的通俗易懂啊，也希望粉丝宝宝们有什么问题，就我们未来都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里面提问。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以太坊吧。对，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其实在近1个月的交易活跃度大概上涨了40%，就是说我说的是活跃度啊，提升了40%，因为之前以太坊就是冷门，就是比较清淡的一段时间，就清乱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在近1个月的话，它的热度才稍微起来了一点点，所以以太坊我个人认为就暂时先观望一下，因为这里面机会其实并没有比特币多了，所以暂时先就把它当做一个待观察的一个货币吧。如果说它能够去突破10月15号的一个高点，也就是在2687的价位，到时候我们可以顺势去追它一波。如果说它一直没有办法就突破2687一直到2726这个区间的话，那我们就暂时先不要去动它，就暂时先不要去考虑它就好，知道吧？那好像我们昨天在聊的过程中说搞币的现在的机会比较大。对，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其实狗币要比以太坊的机会更多。那是不是经过一天搞币的这个整个的行情要呈现了不一样的状态呢？像今天我们看了一下狗币，今天下跌了2.58%，至少的话在今天晚上它就下跌了2.58%。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它昨天它表现很强劲啊，昨天涨了7%，其实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看一下周线图，狗币的话，它这一周上涨了将近10%的一个空间，就所以我认为的话，如果你在狗币和以太坊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我情愿去做狗币。而且狗币它就是它的一个主要压力位的话呢，就是在于昨天的最高点，也就是在0.12998的一个位置，就是昨天的一个高点。像现在今天的话，它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调整。那我个人认为，它明天或许还会有可能会继续延续一个小幅的调整，但是这种小幅的调整，你不要把它认为说它未来可能会持续一个调整，我们更多的可以把它认为可能是一个买入的一个机会。所以狗币它其实是一个我感觉非常的风雨飘摇啊，它这人随心情而来，昨天跟今天就呈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局面啊。对啊，就非常的任性。所以你发现每个数字货币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些性格，知道吧？就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的话，其实狗币要比以太坊的就是操作价格机会可能更多一点。然后同时我们再看一下佩佩币，然后佩佩币的话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调整，但是佩佩币近期这段时间的行情其实相对比较弱，也是比较低迷的一个情况，对，也是比较低迷的，所以我们暂时在交易上我们不要暂时去考虑它，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长期观察的一个品种来做。如果你现在已经持有佩佩币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你就暂时先去持有吧，因为今年下半年整体整个数字货币行情可能都会好一点，指不定这个佩佩币也就被顺带带起来了。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货币有他妈多牛逼，可能更多的话呢，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这种感觉。那其实我们现在也聊一个题外话，就是其实这整个的数字货币它也属于金融端嘛，对吧？那金融其实在九子离火运里面，它也属于一个火的属性。如果我们从玄学的角度上来讲，如果你把那个数字货币归纳到金融领域，其实对整个数字货币来讲，它不是件好事的，因为九子离火运的话。你知道今年2024年天灾人祸特别多嘛？然后它那个灾难的话呢，都是按照五行的结构来产生的。像现在比如洪水就是水灾嘛，然后火的话就火灾嘛，对不对？然后土的话就地震嘛，对不对？而现在金木水火的话，它按照五行的方式在走，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要走金灾了。那什么是金啊？那就是金融危机、经济萧条。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接下来的话，整个全球的金融环境，包括经济环境，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的灾难。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五行其他灾难都已经走的七七八八了，
那接下来的话就要走金灾了。但是今年这20年是找的是九子离火运，是火运年，怎么还到了金的这个程度？其实我之前一直也跟小美女说过，就是九子离火运，首先你得过这把火才行啊。但我明白过，他找的是火运嘛，你为什么说是金灾呢？就是他那个九子离火运，它是什么？他头5年是虚的，他真正实打实的是中间的10年，他是头5年和最后5年他是虚的，意思就是虚的话，它就是个空的东西，你知道吧？所以你想在那个虚的里面就捞出实的东西，怎么可能捞出来呢？你不赔都已经算好的了。但是我觉得不太理解的是金木水火土，你说实行金灾了，这个是有个推算的方法吗？是有的，但是这个不在我们今天频道主要讨论的一个话题。这个说起来可能比较长远，对，就是比较玄学的一个课题。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那个粉丝群啊，对，就大家可以再加入我们的电报群，然后我们可以在电报群里面做过多的一个了解。毕竟我们做这个 podcast 节目，它都有一个时间要求。毕竟你在这个 YouTube 里面，那个直播时间太长的话，没人看呢，你知道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直播就是录播的时间做一个控制。然后，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如果按照5行的灾难来分布的话，那接下来可能就要走金灾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不是很看好 A 股啊，因为中国就是在整个九子离火运的正中心，你知道吧？所以 A 股的话，它无论刺激再多的经济政策，也救不活这头牛了，你知道吧？就没办法的了。它不死的话，已经算是老天给他面子。你知道吧？所以你出台再多政策的话，无非就打上几针强心针，就觉得说啊，医生我还能再抢救一下，你不要放弃，我还能再抢救一下，对吧？大家有就是大家有大家的认知，大家有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喜好，所以就是都还是谨慎行事吧。我们在投资上还是一定要有一个严谨啊。对，然后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比如像菲亚币啊。其实菲亚币的话，它已经连续跌了3天了，然后连续跌了3天，但是菲亚币现在很冷门，就没什么起色这个货币，所以我们也暂时先不要去把太多精力用在这个币上。如果你已经有买了的话，那你就拿着吧，指不定哪天的话呢也就回来了，就像说的，如果整体大环境起来了，指不定你也就顺带解套了，知道吧？这还是要看个人运势啊。就当然，指不定来讲，你可能在那个数字货币里面被套了，可能在另外一个货币品种里面又赚了，所以你发现啊，能不能赚钱真的是命啊。行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暂时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吧，因为今天确实行情并不是，就虽然说比特币的热度现在开始逐步上涨，但是我们也发现，其实除了比特币之外，其他的货币好像表现都并不是特别的令人值得去关注嘛。就是除了比特币，其他情况还不是很乐观，整个数字货币市场还是属于交易比较清淡吧。因为我们昨天也做了一期视频，也跟大家讲解了就是当日的行情，包括是未来的1-2天的。对，就所以我们会随时保持对这个市场的观察，然后大家有空的话呢，就多加入我们的电报群里面，然后大家做更多的一个交流和了解。因为接下来的话，小贝他可能要忙几天，忙2-3天吧，差不多。对，我们星期日可以再跟大家再跟大家沟通，再跟大家交流。可能周六啊或者周日。到时候在我们会制作下一期的一个节目。对，所以这不是几天的问题了。你看，我们要男女思维间的一个冲突了啊！就是这其实就是1-2天的问题，没有几天的问题。好吧，不好意思，宝珍，我这个人太直男了。其实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就大概在下一期节目再见吧，好吧？好，谢谢，拜拜。